决赛第一场，博兰对战罗峰。开始。不论我的招式如何变化，他的应对都毫无破绽，那就来尝尝这招。只有这些吗？看来不必继续了。现在理解了，你屡次孤身犯险，是因为根本不相信有人能威胁到你。也正因此，你才常常会将思绪从战斗中抽离出来，对外界视若无物。但从今天起，你将再也无法忽略我的存在。让他陷入片刻失神，胜败就在此一瞬。难道他真拿？以这个博兰的实力，他有无数种获胜的办法，他只是选择了其中一种。罗峰还远未威胁到他的根本。罗峰，有趣，你给予了我一些崭新的感受，我会记住这场战斗。与博兰一战落败，意味着我止步于4强。进入原始空域的目标，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了。嘿，你已经很棒了。博兰已锁定其中一个名额，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另外一组乌卡和陇云，谁能夺得另一个名额了吧？作战场地遭受到毁灭性破坏，难以想象他们经历了何等激烈的战斗。咱们刚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芒卡星人拥有人类巅峰血统。你看乌卡这个表现，我没骗你吧？这位陇云
也令我意外。他既往的排名不算突出，为人也很低调，却默默地闯到了4强。如果是我，面对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恐怕都没有战胜的把握。来了。2人的实力竟如此接近，以至于同时斗敌。不知道会算谁赢呢？我觉得得算龙云，应该是乌卡吧。我觉得还是龙云。不是，乌卡龙云久持不下，以至于同归于尽。在历届天才战中，类似的实力也极为罕见。尊者，那胜者的归属。此次半决赛中，乌卡与陇云的胜率曲线始终在50%上下波动，综合能力十分接近，却在比赛最后几乎同时失去作战能力。我仅代表公司宣布，此次比赛战平。战平，应该是战平。让他赢啊！就是这样，他赢。第2个原始空域名额的拥有者，我们将通过加赛的方式选出。公司会安排4强中的罗峰、乌卡、陇云再次进行1对1的战斗。比赛共计2轮，最终的胜者便可跻身前2。继续加油！下去加油！加油，罗峰！真是走运。一切都还没有结束。第1战是我对阵乌卡，他对火之本源法则的纯熟运用，足以体现他的战斗天赋。他们的所谓天赋，其实是经过历代苦修、基因逐步改造而成的。他们以极少的人口便能维持住宇宙国的统治，都仰赖于极高的战力。身为皇族，乌卡还肩负着保卫宇宙国的重任。为了成为引领族群的统帅，皇族要接受比平民更为严苛的训练。肩负守护族群的重担，往往会保持着更为强烈的求生信念。这是一场硬仗无疑。罗峰，很荣幸能与你交手，但很遗憾，原始空域的培养资源于我族群而言至关重要。这一战，我必须拿下。果然，我的立场与你相似，所以我们都有不可退让的理由。以擅长利用速度优势进行远程牵制，从中寻找进攻机会。
但这些招数在我的攻势面前，并不再有效。继续下去，我只会被他霸道的火之法则力量压制。那么，我便用这一招，让你无从预判。眼神兵第二重，刺天式。漂亮！只有对金之本源法则有了较深的领悟，才能释放出威力极大的刺天式。身为恒星级的罗峰，能做到这步，实属不易。怎么胜人不生反将啊？你这老头又在胡乱测算了是吧？这是官方数据呀！你知道满卡星人为什么能以极少的人口存续至今吗？因为在绝境之下，他们基因中的战斗本能会被彻底激发，越是生死关头，越是强大。只要一息尚存，我便不可能倒下，直到将一切焚尽。好快，仿佛未经任何思考便已出招。他在本能的支配下，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战斗机器。他的力量和速度都已大幅提升，但收集次数似乎也在变多。可惜，战斗本能在强化你力量的同时，也钝化了你对判断局势的能力。此天是。好强的战斗韧性，受到重创之后，依然能迸发出如此强劲的力量。战斗时有些失态，让你见笑了。我倒是觉得，和平日里相比，遵循本能战斗更接近你原本的样子。或许，你参加天才战，也是因为自身渴望战斗。呵呵，可能吧。
但不管是为族群，还是遵从本能，最终导向的都是战斗这一行为。于我而言，也没有分辨的必要。与其问我，不如去想想你自己的答案。我参战的理由，恐怕也和乌卡一样，早已分辨不清了吧？但现在，我距离原始空域只有一步之遥。与其追溯战斗的意义，不如专心备战，拿下最后一轮胜利。我们终于对上了！你怎么没有追上？我早就想看他们了。已经是爸爸的最后一战了，就让我们看看实战嘛。罗峰与龙云对决的话题已成为虚拟宇宙网络热门排行前3，可谓是天才战开始以来最受瞩目的对决之一。论战的消息满天飞，除非老三他们打完，不然消停不了。罗峰未必，你比他差太多。是谁的呀？我觉得是。我觉得罗峰可能性更大。我觉得还是罗峰。乌卡女士，从你的对战经验看，罗峰和龙云哪个更强？根据战斗结果，应该是罗峰，对吧？不好意思，接下来有公司高层要约见乌卡。是。加莱西先生，你也和罗峰交手过，请问您对他的评价是？很多小家伙从2人对战乌卡的不同结果，推导出罗峰赢面更大的结论。实际上，龙云能从试炼塔56名来到4强的位置，所蕴含的潜能丝毫不逊于罗峰。罗峰与龙云的战斗决定了原始空域名额的最终归属，也是天才战在收官阶段最大的悬念。战斗的结果恐怕得等到最后一刻才能尘埃落定。啊，龙云还没有就位。因为今天对他而言有点特殊。抱歉，我刚才去探望家人，碍事了。没事，我们长期在外历练，难得陪伴家人。稍后能在直播上看到你，他们一定很高兴。如果能看到就好了。他们都化作了星辰。冷云出生于兰亭宇宙国 NGC3310星系的墨兰族，他们所在的星球曾遭受2位超级强者战斗的波及，导致星球表面毁灭，所有族人都没有逃过这场大灭绝。只有他，在爷爷舍身施展的法则之力的保护下，得以幸存。我记得墨兰族灭族事件曾有报道，而日期刚好就在数十年前的今天。原来他是为了祭拜族人才来玩的。作为灭族元凶的2名强者，都在那场死斗中陨落，自己的故乡也早已无人生还，无人牵挂，也无处寻仇。迷茫过后，龙云最终选定了他的目标，让他的族群不被遗忘。这就是他参加天才战的理由。参战的其他天才，多是为了族群的壮大，而龙云，则是为了族群让人铭记。他果然很特别。谢谢你，愿意倾听我的故事。你也应该能理解，这场全宇宙瞩目的战斗，我不可能让我墨兰族之名蒙尘。我会倾尽全力。正合我意。
空间法则的总治理，关键是在触碰到龙云时，威力恐怕你不足一成。唯有压上所有地带，才能与之相敌。刺天使！3D 利用远程牵制持续消耗，而对方又能数次将老三的招式硬生生扛下，看来会是一场持久战。可我始终觉得对方还没有将他的领域发挥到极致。自那天以后，我已一无所有，唯有你传授于我的法则之力伴我前行。爷爷，请您护佑我，取得胜利。龙云领域对空间的掌控力再次增强了。龙云不仅在我之上，恐怕连博兰都要受诅咒。双方都受到了大量消耗，尤其是罗峰，似乎已濒临极限。两人对决已超过时限，按规定，将作战空间持续缩小。空间缩小后，失去远攻优势的罗峰将更为被动，战斗应该会很快结束。与其问我，不如去想想你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怎么可能？罗峰的力量明明已经耗尽了。不，
存在灭除，尽数屠戮，一个不留。绝境之下，来自金角巨兽的杀戮气息再也抑制不住了。金刚山，是罗峰刚复活行星及时领悟的金刚山，难道罗峰是侠？作战空间缩小，我的念力经过大量消耗也已所剩无几。眼下只要近战，寻找发动最后一击的机会。罗峰，你的意志我已充分感受到。虽然战斗有胜负，但他们二人的表现都值得众人的喝彩。墨兰族已留在过去，而你们还有未来。愿你能和你的族群一同，长久地走下去。天才战最终选拔的赛程全部结束，公司根据各位在选拔中的作战表现，做出了排名。本届宇宙人类巅峰天才选拔战正式落幕，欢迎诸位加入虚拟宇宙公司。1至2名将进入原始空域，3至10名将进入太初空域。最终还是没能进入原始空域，不过来日方长，总有进入的机会。可惜，如果不是在最终战棋差一招，你也有望冲击前2。不过也好，我可一直想着如何找你扳回一局呢。同在太初空域，正好方便切磋。随时奉陪。虚拟宇宙公司会全力栽培你们。至于是成为名震宇宙的超级存在，还是普通的强者，或是中途陨落，都取决于你们自己。稍后会有专人联系接你们去总部集结，而后前往初始宇宙展开为期30年的修炼。30年，竟然这么漫长！先别
别感叹，初始宇宙的时间流速比我们所处的宇宙要慢得多。那儿的30年等于地球上的100年。前往初始宇宙参悟的100年内，若有突发情况，我无法及时赶回。各大势力会顾及我虚拟宇宙公司核心成员的身份，不会轻易染指地球。但虫族母巢可不管这些，万一他被唤醒，不是还有我吗？我就在地球留守，替你们看着虫族母巢。不错，老三，眼下你需要专注修炼，不用把什么事都揽在身上。不过，100年足以让普通人走完一生。虽然你与地球上的亲友还能通过虚拟网络见面，但在严格意义上，你们可能再无相见之日。没想到，从我们领证结婚到现在，一转眼都过了10年了。100年，要是也这么快就好了。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消除虫族母巢威胁的办法，然后回来。苍博前辈，作为虚拟宇宙公司前屋分部的负责人，此段路途由我引你前往。到达总部需航行3年，在此期间，你可闲置虚拟空间修炼。虚拟空间的雨象山区域，不仅集结了天才战选拔出的1000名恒星级成员，宇宙级、地主级乃至界主级的前辈也都在此修炼交流。虽然我的金角巨兽本体已达宇宙级，但每个层级的跨越，都意味着生命层次的跃迁。我与界主之间仍有着很深的鸿沟，更不用提像呼延博老师这样的不朽强者了。好在作为核心成员，我们的待遇相当丰厚。只要突破层级，公司就会提供资源，强化身体直达同级9阶。内部积分还能购买外界千金难求的宝物。不过，我们的培养方案陨落率极高，每届天才战入选者，1000万年后能活着成为不朽的不足10个。强者之路道阻且长，我深感压力。决意在这3年潜心修炼。3年苦修，我确有进步，但越是深入，就越感到宇宙本源的深不可测，以及宇宙运转的玄奥繁杂。这令我越发渴望开启新的征程。
方就是虚拟宇宙公司总部了。周围的那些天体都是非常可怕的科技武器。总部的科技竟能在宇宙中铸造如此庞大的陆地。 出发，开启宇宙通道。好难受。 初始宇宙和元宇宙的时间流速不同，通道内的时间流速错乱，你们难受是正常的。到初始宇宙了。 星球有寿命，宇宙同样有寿命。初始宇宙是独立于我们所处宇宙之外的新宇宙，其外部密度与时空曲率都趋于无限大。由于初始时期，宇宙正不断完善自身，本源运转法则就会外显，领悟起来要容易得多。 因此，参悟名额也就无比珍贵。那丝线上漂浮的密文，竟是宇宙运转法则。混沌城是此处唯一的城池，也是初始宇宙演化的起点，历史比大多数宇宙国还要悠久。 混沌城有3宝，第1宝是可见的宇宙运转法则，第2宝就在城主府中，我会领你们前往。至于这第3宝，则在混沌城城外，实力不达者勿擅自探索。浑身好似被一股温润的能量包裹。 这是此地特有的混沌气，具有蕴养万物的力量。这便是混沌城城主府。 混沌城的城主，该是多么强大的不朽存在！这些就是新来混沌城的那批小家伙吗？
混沌碑，留有52位超级存在顿悟时的刻画图案，代表了52种通往巅峰的大道。悟透一尊混沌碑，即可成为宇宙中真正的强者，开辟宇宙国亦是轻而易举。此行，每人皆有1次参悟机会，时间为7天，只能选择1尊参悟。现在，做出你们的选择吧。就是他，九羽混沌碑。继续钻研空间本源大道，才是最适合我的强者之路。你们选的什么？巨斧混沌碑。好巧，我也是。据说这是巨斧斗武场创始人留下的。这股惊人的压制力，这是2名不朽之间的交锋。这就是不朽存在吗？力量爆发，甚至能撕裂空间。混沌城禁止私道，擅自动手的一切后果，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城主出手了。瞬间强行中断宇宙运转，混沌城主就像是这宇宙的主宰，甚至都没有现身，只是一个意念，2名不朽就被化为飞灰。我跟随主人6000多万年，见过的最强者是宇宙尊者，他们纵横宇宙亿万年，个个实力不凡。但现在看来，这位混沌城主才是最巅峰的存在。我们都自认是绝世天才，而浩瀚时间长河中，却难有几个混沌城主这般的存在。这种渺小感，让我有了小时候抬头看天的感觉。但当年的我也未曾想到自己能走到这里。努力修炼，或许有一日，我能离这般强者更近一些。每座混沌碑的存在时间都已超过100万纪元，它们都是虚拟宇宙公司，乃是人类族群的至宝，请各位珍惜这次参悟机会。100万纪元是相当于地球时间的100亿年。地球也不过46亿年历史，混沌碑立碑初始，地球甚至都还没有诞生。这等古老存在，会记载着什么样的奥秘？
处便是混沌碑密室所在。每座混沌碑的存在时间都已超过100万纪元，它们都是虚拟宇宙公司，乃是人类族群的至宝。请各位珍惜这次参悟机会。这等古老存在，会记载着什么样的奥秘？这就是九羽混沌碑。通往巅峰的大道，真的蕴藏在这些图画中。雨滴、星辰、怪兽。越是往后，就越发抽象深奥。我的另2个分身对本源法则的感知更敏锐，不如借助他们来一探究竟。即便有3个身体共同观察，也只能隐隐感到前6幅图中蕴含法则气息。对于后3幅图仍毫无头绪，那么就先专注于看似最简明的第1幅图。脑中竟自动浮现出战斗画面，且招式中蕴含着更多对空间本源法则的运用。可惜，只是浮光掠影般的呈现。要怎么做，我才能像画面中一样，将本源法则融入到招式中？时间已经到了。若想再次参悟混沌碑，可进入虚拟宇宙网络，闯通天桥。苍伯前辈，您怎么来了？我的主意是一直在此坚守通天桥，你之前所见都是我的幻身。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我们第1次见面。这便是你要闯的九羽通天桥。通天桥总共52座，对应52尊混沌碑，每闯过1层，便可多1次参悟机会。但迄今为止，仅有博兰连闯2层，其余人均未闯过第1层。经过3年苦修，如今我已突破至宇宙级1阶。虽然未必如博兰那般，但第1层我势必要拿下。请选择你的对手：武者、精神念石掌控者或精神念石幻术师。闯过通天桥是参悟混沌碑的前置条件，再加上2者之间有对应关系，那么我的对手是否会对混沌碑有较深领悟？如果要从对方身上汲取经验，那最适合的对手无疑是……我选掌控者。罗峰，不可大意。竟与我完全相同。他对衍生兵的操控到了哪种程度？
然亲自来了。这一届的成绩如何？仅有博兰连闯2层并通过，绝大多数已淘汰，有2人还在测试中，而其中1人和您同属九羽流派。哦。 他3兵，我6兵，为什么完全不占优势？燕山兵第3重，天剑式。 混沌飞是在脑海中浮现的招式，竟然被他还原了出来。能将本源法则融入招式，他显然对混沌杯有着更深理解。虽然多少给予了我一些启发，但我没想到自己会轻易落败。小问题，历届首次闯通天桥的失败率高达99.91%，你们这届也只有博兰通过了。罗峰，啊，你听说了吗？荣军刚刚闯过通天桥第1层了。 看来他又变强了。我刚打听到，荣军要被元辰宇宙国的国主收为弟子了。啊，真的？宇宙国主可是统领宇宙国的超级存在，个个都有宇宙尊者的实力啊。而元辰宇宙国国主又是其中资历最深的，荣军能被看中，一定是藏有某种潜质。他不愧是前无宇宙国出身的天才里最具潜力的。 而某些来自落后星球的劣等人种，自然不能相提并论。无需跟他置气。哼。罗峰，我跟荣军约好了在这小聚，正好，我们一起向他取经。荣军，好。荣军，恭喜啊！真厉害，改天教我几招。 对方就是这么出招的，而我却始终做不到。看来一味魔法无法进一步提升，在不能参悟混沌杯的情况下，我必须想出闯过第1层的方法。罗峰，你对延伸兵的使用太过僵化，你处于研究九羽混沌杯的起始阶段，建议购买秘法飘血，打好基础。
匿名邮件，会是谁发的？对方拥有查看通天桥战况的权限，等级至少是不朽，实力顶尖的可能还拥有封侯甚至封王的头衔。听说九剑尊者已离开混沌城，并派遣手下弟子龙玉王代为考察新人，所以发送者是他。但那么多人闯通天桥，他为何会注意到我？还有一种可能，混沌城会根据每人选择的不同混沌杯而分成不同流派，高手则会挑选同流派的新人收为弟子，所以应该是九羽流派的强者在考察你。九羽流派的强者会是哪位？对你而言，对方最好是九羽流派的元老、黑雾王或真眼王，拜在他们门下对你大有裨益。飘血秘法的创立者炼落，据说也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那给我发邮件的也可能是这位炼落前辈。炼落以天才战宇宙总排名第1的成绩进入公司，不足10万年便突破不朽。可惜，没多久他便意外陨落。那是混沌城1亿年前的往事了。邮件不可能是他发的，但内部飘血显然是这个曾经的天才毕生结晶，一定对你有帮助。那要如何获得飘血？简单，利用公司积分兑换即可，而且只要800积分，很划算呢。你忘了吗？我先前为了给魔杀族分身买装备和秘法，积分已经……1分不剩，谁让你换那么快？不是你怂恿的吗？本来还帮你想了一个替代方案，既然你怪我乱出主意，我就不告诉你。巴巴塔，巴巴塔，求求你了！不逗你了。在此修炼的天才在有所感悟时，大多会在住所周围刻录文字，而飘血的创造者炼落也曾在此修炼，说不定城内就有他的刻录。果然有炼落的刻录文字。我炼落历经3000年，终于悟透九羽混沌杯的第1至第3幅图，并创出飘血秘法。第4至第6幅图的修炼方法，我亦有把握。将来，我必成不朽中的最强者。年少成才，如此自信，倒能理解。问题在于缺少修炼相关的信息。他留下刻录，真的只为炫耀？不，能用3000年时间领悟3幅图，足以看出他并非耐不住性子的人。巴巴塔，能不能根据笔记搜到炼落的其他刻录文字？我扫描了好几遍，找到的刻录笔记相似度最高也只有72%左右。
扫描了好几遍，找到的刻录笔记像素度最高也只有72%左右。一个人的笔记不会轻易变化。我明白了，笔画的微妙变化是在体现他对混沌杯感悟的加深。从他最后的刻录文字与图画两相对照可见，画中每颗雨滴所蕴含的意境，都被炼落通过笔画表达出来了。如果说九羽混沌杯是在阐述本源法则，那么文字刻录就是在解释如何应用。他并非轻狂自我，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指引后人。我要抓紧时间领悟。连续闯过2层通天桥的波澜，依旧终日苦修。荣勋又得到宇宙国主的垂青，后来居上。而我，虽然有炼落的刻录文字作为参考，但没有飘雪正文的帮助，终究进度缓慢。要闯过通天桥第1层，我必须另想其他办法。他站在这里好一会儿了，一直在看刻录呢。波兰，你也是来参悟的？不，炼落的心得体悟不适用于我，这是3000年来一心潜修的沉着心性，值得一学。虽然他有着天才战总排名第1的头衔，3000年来也不乏被赶超、被轻视的经历。为了不落于人后，他恐怕体会了不少艰辛。体会艰辛，体会艰辛毋庸置疑，但他的出发点未必是与他人比较。我想，炼落不是为了外部评价而改变行动的人。他之所以能一心潜修，是他只将自己作为对手。毕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波兰与炼落同为天才战第1，他对当年炼落心境的揣摩，或许比我更为贴切。你若想另找提升方法，不如去城外闯闯看。城外，九剑尊者提过混沌城有3宝，而其中的第3宝就在城外。宇宙在初始状态时孕育出的奇异生物，将其核心吸入体内，有助于加快本源法则的领悟，故而又名混沌城第3宝。原来第3宝就是混沌兽。还有最后一句呢。祭出城门，生死自存。哎，这有生命危险。嘶吼声，好强的穿透力！好像是附近星球传来的，宇宙里也能传声？不对，这嘶吼声直击灵魂。能发出这等嘶吼的生物，实力绝不简单。难道？龙风，你得小心，我们这一劫
已经有不少人被混沌兽杀死。我和乌卡也是好不容易从兽群之中把龙云带出来的。一个让修炼者参悟的圣地，为何盘踞着这么可怕的存在？显然，这是虚拟宇宙公司为了不让手下成员怠于修炼，给予的生存压力。你在城外恐怕不会受到保护了。龙云身受重伤，那我如果只身冒险，恐怕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若风，外面危险，你先等我们。不了，我一个人去。陆风，陆风！不与他人比，只与自己比。波兰说的没错，回想以前，不管有什么凶险，我从未退缩过。我可不能输给过去的自己。从那儿传来的，是我的错觉吗？感觉那颗星球周围特别黑。混沌兽。靠近后，感觉嘶吼声更强烈了。啊！坚硬身躯，此天使收效甚微，甚至还会被抓住破绽，危及性命。将我参悟混沌碑时在脑海中浮现的招式完美还原出来。这就是混沌兽的核心了。元核作为3个身体的共同核心，在吸收混沌兽力量后，会令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对金之本源法则和空间本源法则产生更加清晰的感悟。人类身体虽略有不及，但也在蜕变中。要独自面对混沌兽群，难怪众多天才会折戟于此。但是，我有必须应战的理由。
更进一步的波澜，仅有荣军和加莱西闯过第一层，不知谁会是下一个通过者。你终于来了。加莱西刚闯过第一层就张扬起来，也许是天才战时期被罗峰击杀过，怀恨在心吧。最近他一直强调自己现在能轻取罗峰。这是通天桥的实时测试数据。罗峰，眼神兵第3重，天剑式。虽然我的天剑式仍旧不如你施展的灵活，但我能利用领域强化眼神兵的威力。罗峰闯过第一层了。加莱西，你现在还觉得能轻取罗峰吗？既然我能先他一步通过第一层，那第2层也会如此。加莱西想和你比，谁能更快通过第2层？帮我回绝他，比试反而会打乱我的节奏。除了正文，还有一段附赠留言，应该是系统甄别到你购买飘血之后自动发送的。飘血秘法开创者炼洛，是我真眼子授课以来天赋最为出类拔萃的弟子。自他陨落于魔山后，我便将炼洛开创的飘血秘法尽数整理完成，共计110册。炼洛深蕴，我指望他的毕生心血能流传于后世。你愿依照建议购买飘血，我深感欣慰。望你今后勤加修炼，让秘法传承不断。留言对你依照建议购买飘血的行为表示欣慰。看来当初匿名邮件的发送者就是真眼王。亲自为炼洛前辈整理秘法，又在之后热心提点新人，只为将弟子的秘法流传下来。这是师徒2人的共同心血，我一定不能辜负。在飘血的帮助下，我对第1幅图的理解更深了一层。看似复杂的电脑编码，究其本质，也就是2进制代码。同理，宇宙本源法则在飘血的剖析下，分解出了108种玄妙。它就像是108进制代码，是构成本源法则的根本。我与分身同时参悟，提升会加快，但总体进度仍旧缓慢。歇歇吧，要无头胎至少要千百年。重组母巢不知何时会苏醒，我能做的只有不断参谋。
最近有见过罗峰吗？你看，我早就说过会先罗峰一步通过第2层。他深知敌不过我而回避与我比试，也算是有自知之明。一味枯坐修炼，期间从未闯过通天桥。罗峰，希望你不要在修炼上走岔路才好啊！我日复一日的修炼，仿佛在追逐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虽然无异于他人竞争，但我避不开的是漫长时间的洗礼。即便有我提供延寿药物，有限的数量，加上个人禀赋不同，并非所有人都能挺过去。不过，妈，我们出去了。罗平，你快点儿！聒噪，走了。人会在时间引领下走向终点，但同时，好，时间也带来了新生。后来，我的购买渠道得以拓宽，我的家人得以保持着从前的样子。妖娆、冰山和野兽也同样收到了大哥从宇宙寄来的延寿药物。如今，在我无法触及的宇宙另一端，他们一直努力着，生活着。2084年1月，在二哥和阿华的努力下，冲突母巢防御计划开始正式推进。2086年3月1日，地球联邦通过开拓领土的决议，各大基地市开始向外扩建。2088年，人类生存范围进一步扩大，陆地怪兽成为武者试炼对象，还有部分武者则选择征战星空。2089年初，萍萍开始协助徐新处理公司事务，而小海性格随我，不安分，已经在闯荡宇宙了。2091年，精英训练营将天才培养目标上调为行星级。2092年，五大国正式进军海域。2099年，火星改造计划启动。史江、赵若，还有妖娆亲卫，将成为火星的第一批移民。虽然未来无法预测，但眼见他们一步步向前迈进，我又怎会止步不前？我将飘雪秘法与混沌杯图画相互参照，经过多年沉淀，无论是对本源法则的领悟，还是招式的运用，我都有了长足进步。地球上已经过去了30年，按混沌城时间计算，我也已经枯燥了整整10年。在你闭关之后，我们几个排前10的，还有加莱西，
都闯过了通天桥第2层，而你在10年以来完全销声匿迹，所以很多人在质疑你的实力。哼，你不质疑吗？我不质疑啊。我相信，为了族群命运而努力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毕竟我也是为了族群在奋斗啊。我家那老爹呀，严格的要死。 整天就知道逼我修炼，还学什么皇族礼仪，哎，这比修炼还要我命。哎，我的实力是高是低，很快就能揭晓。当初掏空积分购入的幽影气绝刀，抹杀族分身一直在钻研，而他的招式同样适用于我的人类身体。幽影气绝刀，怒影！新人的考察工作要告一段落了，博兰和荣军的表现都很亮眼。龙玉，来，喝一杯。不喝了，我还有公事呢。跟你喝起来，我哪还走得了啊？那我自己喝。你看好的罗峰都落在后面了，我向九剑尊者报告的时候，可不好解释啊。龙玉王殿下，罗峰已顺利通过通天桥第2层。虽然闯过第2层，但与天才战前10的其他人相比，进度落后了数年，并不值得称道。属下认为，罗峰的通过方式值得关注。他选择的对手是武者，即便是强者，也难以兼顾近战和远程。身为精神念师，却能以近身战通过第2层，这份成绩的含金量，可比其他通过者高得多吧？两位，系统显示。罗峰正以掌控者为对手，开始闯第3层。此前只有博兰能接连闯过第1、第2层。结合历届的考核情况来看，罗峰接连闯过第2、第3层的几率微乎其微。而一旦通过，就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哎呦！过去了，这么正常。他也过了，我觉得他是这样过的。罗峰通过第2层后，又在闯第3层。看来他静坐10年，是在悄悄下功夫呢。不过，有人从苍伯前辈那里听说，九羽流派中，除真眼王以外，炎龙王、千幻王、剑环王等宗师级强者都没有跟进了解罗峰情况。难道他们并不看好这次的结果？因为罗峰居然在这闯第3层，他又没有机会和破坏。不，我觉得罗峰相当有机会闯这一层，真厉害。罗峰整整10年都停留在第1层，一转眼就要冲击第3层了。常年停留在第1层，不正代表着他进展缓慢？怎么可能会闯过？将9柄金剑合为1柄，他的实力果然比第1层时强大不少。不过这招我也会。
意味着追平博兰。罗峰他根本做不到这个程度。这不可能！罗峰，多年来，我有宇宙国主之道，还有仅次于博兰的主观速度，所以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超越博兰。从来没有设想过被其他人超越的可能，这是一次警醒。罗峰，恭喜你！就连炎龙他们也按捺不住，开始向我打听罗峰的情况。龙玉，这下你该相信我的判断了吧？考察新人这么久，竟然没你看得准。放心吧，今日之事，我会将最新的结论报给九剑尊者。本届天才中，罗峰在通天桥的成绩与博兰比肩，并列第一。如今，我已悟透雨滴图中的每一滴雨，其演变而生的9种意境，于我而言，已没有秘密。世界突破至域主级的标志。随着等级的提升，起点内部未来能孕育出一个可让他人在其中生存的世界。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也都突破到了域主级。先前是体内世界的等级限制了分身成长，如今限制终于解除。你现在的实力虽然还比不上域主级高阶的明月，但足以碾压当初威胁地球的诺兰山。10年间，因地球人身体一直枯坐参悟空间法则，导致其等级还停留在宇宙级1阶。日后我得抓紧修炼，让人类身体等级赶上其他分身，并早日达到界主级。不过现在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爸！爸，你终于回来了。老平，你妈妈呢？这边。估计没看到消息。她现在从早到晚忙工作，还把网络上线地点都固定在了公司。虽然商部业务往来不是我的主要工作，但据我所知，要在完全具备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成为虚拟宇宙公司的子公司极其罕见。听海公司不仅在星际房产与连锁餐厅领域大有突破，金融投资部更是成绩斐然。我认为我们的盈利能力足以争取经营自主权。即便你的丈夫是虚拟宇宙公司的核心成员，你也不会因此得到优待。要想成为我们的子公司，所有人都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陆枫，许昕，我回来了。陆枫，真的是你！你知道你多久没回来了吗？30年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会常回来的，你工作也别那么辛苦了。我不能只是坐享其成，我也想为地球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许昕，银河领主罗枫，我会成为你最好的帮手。按规定，闯过第3层就能去听九羽一脉开宗立派的强者讲课，而想拜入谁门下，第1次就必须到他那听课，以示尊敬。炎龙王都发邮件暗示你了，这可是板上钉钉的大好机会。但先前指点我突破的是真眼王，他不过是匿名提点了你。据说真眼王自弟子炼落陨落后，1亿年来都没再收徒，且向来我行我素。你要是上门拜师，他不收，之后你就再难拜入其他人门下了。到底什么样的天才才能被宗主看上啊？上一个想拜师的是有着人类巅峰血统的满卡星人，玉主急着闯过第9层通天桥，结果还是被轰出去。上个是荒神族的界主。罗枫，你要不再考虑一下？他就是真眼王。其中竟有万千时间，这瞬移简直不可思议。今天要讲的是九羽混沌杯的基础，第1幅图的根本法则运转应是如此。对空间法则的理解似乎更清晰了。刚来混沌城时，我只是个连通天桥第1层都闯不过的新人，多亏真眼王，才让我在参悟出世就走上正确的道路。或许对他而言只是随意之恋，可对我而言，怕是影响到将来亿万年。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了吧。是吧？没可能。听说真眼王早就不打算收徒了。真拜师了！真拜师了！真拜了！哎呦！弟子罗枫恳请老师收弟子为徒。不可能！他在想什么呀？我不收徒已经1万纪元了。
该收个徒弟了，火风。哈哈哈哈哈！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真眼王的弟子。啥新闻？什么来着？收徒了？炎龙这回可是输给我了。你如今的通天桥成绩，已与同届天才战第1名的博兰打平。日后，你有信心超越他吗？有。哈哈哈哈哈哈！谈判到现在，他们还这么严苛，真的不考虑跟宇宙第一银行合作吗？再等等。虚拟宇宙公司答应了经营自主权的要求，并且给到了净资产8倍的报价。太好了，不过按照当前平海的净资产，只能算是其3级子公司。要想被吸纳进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平海必须得升到2级。这2级子公司的净资产得达到10万混元，都能买下上千万颗地球了。平海若是能得到虚拟宇宙公司重视，日后地球就可有更多倚仗。我们可以做到的，一路走到这儿，不已经充满奇迹了吗？自此，我开始跟随真眼王修炼，苦心钻研空间法则。这些年里，虚心靠公司经营收益，购置大量高科技设备改造地球。如今，地球生态已完全恢复，人口大量增加，只有重组母巢的威胁依然存在。好在重组母巢100公里内已是封闭禁区，且有实时监测，期间2次毒气喷发并未造成伤亡。在极限武馆的开拓改造下，火星已恢复星球磁场，形成适宜人类生存的大气环境，而月球将被开发为未来粮食生产的太空基地。众宇宙奴隶曾于危难时保护地球，如今我也有能力守卫家园，便兑现承诺，解除了生物芯片，资助他们返回家乡星系。但仍有许多人选择留在地球安家，而白卡罗、敖古、蒙伊早已融入了我的家庭。二哥得到卡布借主的传承，已修炼至恒星级9阶，正为突破宇宙级做准备。大哥长期闭关训练，只偶尔发邮件报平安。大家都在尽其所能努力前行。我更不该有丝毫松懈。20年一晃而过，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对宇宙本源法则有了更深的理解。离开前，我打算再闯通天桥第5层，若能获得参悟机会，便可在离开后慢慢吸收。天神兵第4招，大巧复工。是炎神兵第5重，空间切割。但第5重刚不一
定比第4重强。9重结合，循环一体。光是勉强维持金柱形态，念力就被消耗了近3成。我明明已将与地图悟透，为何还如此被动？原来是这样。我虽悟透了9个余地，却未把整幅图视作整体。图腾金柱将剑之领域完全包裹在内，实为大巧不工，蕴含的正是空间法则的合一之道。鱼儿在海中多顺水而游，那罗峰已经能在宇宙空间这一海水中，通过影响海水来压迫对手了。从顺空间到影响空间，是了不起的进步。波澜了，我可是原始空域的呀，为什么我跟罗峰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平均30届天才战，才有1人能在混沌城期间就通过第5层，而此人还不一定选择九羽混沌杯。这罗峰还真是你们九羽一脉千万年都难得一遇的好苗子。我来透过第6层。若不是他选择了最艰深的宇宙混沌杯，钻研时间空间双法则，应该早就能闯过第6层。老师对我的期望只能日后实现了。伯兰确实是天才，我会超过他，但不是现在。你在混沌城基础修炼的30年已经结束，接下来将前往太初空域。跟后续的修炼任务比起来，混沌城算是十分安逸了。安逸？我们这批因为混沌兽就死了近2成。外面要危险100倍。恐怕只需100年，你们就死的只剩1半了。所以你一定要小心。离开后，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大难题，来找老师，明白吗？是。谢老师20年的教导。去吧。混沌城这30年，我完全掌握了九羽混沌杯第1幅图，对空间法则的理解远超以往。金角巨兽和磨砂土分身也达到了域主级6级。将来抵达太初空域后，我得继续努力修炼提升，好尽早解除虫族母巢对地球的威胁。太初空域即将抵达。所谓空域，
是指原始宇宙在演变中因为特殊原因而形成的奇异区域，因为其中蕴含着无比浓郁的宇宙本源能量，非常适合修炼。所以公司在宇宙中选定了4处空域进行开发改造，太初空域便是其一。我们要直接传送到太初空域的核心地带，坐稳了。 穿梭完毕。外景虚拟。这里最大直径为500万光年，充满无数奇妙的天体与生物，以及危险的修炼之地。 我会将你们送往各自住所。你们的虚拟系统中增加了太初空域的专属修炼资源，尽情修炼吧。本以为进入太初空域，我的修炼会突飞猛进，却没想到恰恰相反。 最近你修炼缓慢，是时候下猛料了。主人的5大不朽仆从中，以博科多对念力冰系的造诣最深。他当年可是令一方宇宙闻风丧胆的狱族杀手。狱族在宇宙边陲有一处奇险之地，其环境险恶，堪称宇宙之最。 被称为狱，在此诞生者虽外貌与生命本质各异，但皆统称为狱族。博科多诞生后，因仇视外族，因此成为狱族杀手。后刺杀主人未果，被主人强大的力量收为仆从。 组合方式竟如此浑然，我仿佛感受到了。
我将组合速度放慢了100倍。看到了吗？看到了一丝奥妙，但不真切。再来。 3725次，我无限接近那丝奥妙，却为何始终无法冲破？我想不通。想不通，很正常。在太初空域，没有混沌城那外显的宇宙本源法则，一切就只能看自己的领悟力了。这个。 会对你有帮助的。多谢老师。时空随笔，时空随笔乃九羽混沌杯创造者所书，记录其创造混沌杯时所得所感，合为10829种秘法心得，与9幅图相互映照，可助参悟。本秘法共分9册，兑换全套的积分为1000亿。放心。 公司为修炼者留下一个缺口，分册购买，前2册只需要1万积分。正好，之前闯通天桥攒下了3万多积分。下单成功，您的订单还有3秒送达。3、2、1。这样，困住我的那些瓶颈仿佛就要冲破了。终于透彻了，妙，妙！ 巴巴塔，几点了？什么几点了？已经整整32天了。参悟的怎么样？还行，学会了3219种秘法。九羽混沌杯第2幅图的前2处玄妙，我也已经悟透。啊，你管这个叫还行？ 巴巴塔，帮我查询修炼世界的讯息。好。修炼任务是以真身前往危险的修炼世界，完成公司安排的特殊任务。任务分为5个级别：安全级，死亡率为0；普通级，死亡率为10%；困难级，死亡率为20%；危险级，死亡率为50%；绝境级，死亡率为90%。难度越高， 积分也就越高。第1次执行任务，一般会选择普通级和困难级。这是你，巴巴塔，介绍一下血落世界吧。血落世界是太初空域孕育早期便存在的古老大陆，其中强者无数，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修炼文明。 因为其历史遗留问题，他们极度排外，遇到异族格杀勿论。如果完成2项任务，就可获得11万积分。巴巴塔，开始准备了。好。血落世界强者众多，你必须也提高到宇宙级的极限，增加存活率。
异世界不确定性极高，你还必须购买大量的应急物资，以备不测。罗峰，你要学习他们的语言。眼神冰和魔云堂也绝不可轻易示人。为了融入血洛世界，你需要制定一副血洛世界风格的战甲。 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完全靠你自己了。出发前，我已预料到此行必定危机重重，九死一生，却没有预料到这片大陆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恐怖，而其中还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血洛世界任务圆满完成，但在血洛发现的神秘虫族符号，让我意识到虫族对我们的渗透远超想象。只要地球上的虫族母巢仍存在一天，威胁就始终存在。在血洛大陆历练的80年间，我机遇不断，在修为和感悟上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在无尽宇宙法则面前，这只是一小步，我不可以停歇。 唯有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随时应对不知何时便会降临的危险。哥，你现在就去雨象山的万雨楼前，见一个人。见谁？事关平海公司，很重要，你快去。阿华很少会因为公司的事找我，看来这次是有大麻烦了。 所以，我们在前屋境内投资了一批极具潜力的未来产业，并打通各星系间的壁垒，终于让平海的净资产超过了10万会员，成为了虚拟宇宙的2级子公司。我呢，也成为了虚拟宇宙的核心成员。核心？核心成员？是啊，不仅如此，我们利用收益。 全面升级了对虫族母巢的监测和防御系统，星际移民的范围也扩大了6倍，厉害吧？他虽然轻描淡写，但背后必定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公司答应收购等事宜，我都没问过你的意见，你不会生气吧？你当初可是将公司全权授权给我处理的。 还说你需要静心修炼，根本没时间。许昕，许昕，辛苦了。许昕，接下来我就要继续回到太初空域修行，可能又要……瞧瞧你的表情，不用那么愧疚了，因为……嫂子。 与碧蓝星商务部的决策会议需要尽快敲定时间了。徐总，有文件需要您签署。徐总，
所以我的大英雄要专心修炼，接下来的路，我在这边与你一起前行。一起前行。罗峰，10年前加莱西给你下了战书，还广发观战帖，扬言要一雪前耻。你一直在血落修炼，现在他叫嚣你是不敢迎战。哼，走，正好去检验成果。罗峰，如今我的精神力增强了数倍，营养舱也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强。我要让人们知道，谁才是太初空域的水准。开始吧，有点迫不及待。竟然只用了1掌，这下加莱西无话可说了。眼神兵第4重的威力明显增强了。老凤，你求求是如何？执行紧急来电。罗凤。就在刚刚，母巢传出的引力波频骤增，并伴随毒气外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好，继续保持监测，曲心一定要小心。你也是。不能再耽搁了，我必须尽快达到能消灭母巢的实力。巴巴塔，还有其他赚取积分的途径吗？有。每深入一层，你所面临的精神干扰就会成倍增加，不可大意。惊人，和你在地球上见到的陨魔星智脑不同，这种水晶人是携带干扰电波的升级版，具有极强的攻击力。水晶人在干扰我的脑电波，企图突破我的识海。时空随笔记载着增强精神防御的秘法，正好一试。
境，看清一切虚妄，侵入刀，斩掉一切风破。现在你的精神力受损，急需恢复。不，这个积分值还远未达到预期。继续。原来是前者，现在快上飞船！去信，阿华，阿苏。做到，挑战失败。你刚才看到了什么？脑电波频次瞬间超过了极限。巴巴塔，母巢的异动是一个警示，温和的训练已经不适合我必须迅速变强。先不要轻举妄动，地球上的虫族母巢仍在沉睡。稍有不慎，反倒会惊动虫族，给他们可乘之机。可是，这是公司高层深思熟虑后的一致决定，是目前所能做的最优选择。我理解你的担忧，我会将注入我不朽神力的定位物品托人转交于你。你将它放在母巢外，一旦有任何异动，我可立即感知。届时我会神国传送来到地球，全力相助。想要对抗虫族，始终还是需要进入原始空域，取得控制母巢的精神秘法。我必须更进一步。博兰这80年来都没能闯过通天桥第7层，那么如今的我呢？还从未有人能在第1次空域资格战前就闯过第7层。不过是罗峰的话，会不会有惊喜？
3侧相映照，我对久与混沌杯的暴雨图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以落雨化星辰，凝戒力造世界。眼神冰第6重，剑之世界。若风闯过通天桥第7层了。每100年1次的宇宙级空域资格战就要开始了，各大空域会通过资格战来控制人数。原始空域的名额只有3个，其中2个名额会由原始空域内部选出，剩下唯一1个名额则会从原始空域的末3位和太初空域的前3位当中选出。我已经为此准备很久了。闯过通天桥第7层后，博兰都在做什么？他进入了绝境级任务地点魔闪锤炼，成长速度丝毫不逊于你。需要注意的是，你的对手不仅仅是博兰，还有修炼时间远超过你，却为了资源故意卡级不突破到狱主的前辈们。再艰难，也是进入原始空域的唯一渠道，我会全力以赴。闯原始通天山。新人，没闯过通天桥12层的，也敢来闯通天山？你可悠着点儿。难得有人来，别把小家伙给吓跑了。
这里的规则很简单，你只需要把山脚到山顶守关的所有人全部杀死。努力多撑几秒，可别让我太无聊。这么快就破了我的幻境，不能再被控制了，速战速决！念力不足以再使出剑之世界，只能拼罢了。一个太初期的新人，竟然杀了我们2个！能在操控念力兵器的同时，以这种速度近战攻击，绝大多数狱主都难以做到。这次连原始通天山山脚都没闯过，看来我与原始空域成员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杀死2个已经强过很多人了，现在原始空域的宇宙级成员也没一个能闯过。还记得天才战士的试炼塔吗？那就是照着几乎没人能通过的难度设置的。这通天山也是如此，它只是一个标杆，想要上升到原始空域，资格战才是正途。原来如此。太初空域宇宙级老成员中，有5人已闯过通天桥第7层，他们在资格战前总以切磋之名欺负亲人为乐，并屡屡向我发起挑战，但我并没有接受。太初空域宇宙级资格战正式开始。因为我会在空域资格战中将他们尽数击败。罗峰，虽然通天桥层级上我不如你，但实战中我可未必会输。你一定要进入原始空域的理由。我也是。昨天天才战士你以幻身击败我，如今我也会用同样的招数击败你。
恭喜罗峰晋级，可继续参与原始空域资格战。是我技不如人。哇，真是精彩！你小子一定要冲进原始空域啊！我会在原始空域等你们。下一场，太初空域罗峰对战原始空域博兰。你是我最期待的对手，罗峰。终于能在一决高下了。竟然完全探查不到他的存在。怎么回事？整个星系都扫描不到博兰的定位。博兰怎么离线了？这是博兰消失前系统记录的最后坐标，就在魔山。正常情况下，即便死亡也不会定位失败，更何况魔山由公司管辖，配有公司最高级别的定位系统。到底发生了什么？通知，比赛暂停，所有人立刻前往中心广场集合。现发布紧急任务，前往绝境级任务地点魔山，寻找失踪的原始空域成员博兰。完成任务者获得50万积分奖励。名单上的成员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任务。莫非博兰是在参加资格战时真身遇袭，才会突然登出虚拟宇宙？刚失踪就发布了搜索任务，似乎有点不寻常。估计博兰早死在魔山了，不能直接算淘汰吗？竟然要为他暂停资格战！雷多，别这么说，大家都是虚拟宇宙公司的，应该互相帮助。以后我们出事都能有公司组织搜救，那不是很好吗？是原始空域的飞托和末路，他们分别是上一届资格战后仍留在原始空域的第1名和第3名，是连博兰都未曾在他们手下有过胜绩的绝顶天才。所以啊，公司向来认为强者之路各有命数，尊者此次为什么要刻意搜救博兰？博兰的失踪恐怕不简单，近来种种迹象表明有势力在暗中针对人族，所以我特意挑选罗峰等人前往搜救，希望他们能有所发现。此次任务你要慎重考虑。魔山中的寒冰山片区，有着那伤害基因细胞的超低温，而魔隐山片区的风声夹杂了天然幻术，会令很多域主都失去意识，成为行尸走肉。
当年你师兄炼落，就是在那儿陨落的。